全是各种各样高分子材料，非常懵逼的一个状态。EP、聚氨酯、聚苯乙烯、EPS、XPS。在筹备 DIY 建造一辆贝陀式的房车，这期把主流的房车框架结构和保温材料都梳理一下，希望对有相同需求的朋友们有帮助。大家好，延平 Maces，我是 Gary，这个正在筹备建造一个皮卡贝陀式的房车，这是第3期视频，准备介绍一下大概的房车的结构，然后还有一些基础材料的一些背景信息的一个介绍吧，因为可能很多人有相同的想法嘛，然后我觉得把这个一些必要的基础信息，然后有一些介绍这个的话对大家都有帮助，而且也会有助于理解后续的一些建造的过程吧。还是先说我要造什么东西嘛，这个东西上期视频也提到过，就是皮卡的一个贝陀房厢。那这个贝陀房厢现在呢在国内比较成熟的产品是一种它带升顶结构的一个房厢，就是说正常房厢它是可以合下来的，里面是有一个机构，然后你人进去的话把那个顶可以往上推，这样的话人在里面它的高度就会比较充裕嘛。而且这个东西产生的一个背景呢，一方面它是受到这个空气力学，就是我开车的时候我顶着一个特别高的东西肯定不如说合下来方便。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还是国内的个皮卡啊，包括载货的货车的一些政策的限制。这一点包括我上期视频我看也有网友就留言有一些讨论，就是关于载货的一些货箱高度啊，包括宽度的一些政策的限制。所以它还是一个政策的一个产物。现阶段的这个贝陀式的房厢产品已经很成熟了，而且国内有很多厂商做的已经非常好，非常专业非常系统。而且这个东西呢它确实有很多优点，就是我合下来完以后我的高度其实肯定是在2.2米以下的，那2.2米以下就意味着说我在城市很多甚至地库我都是可以进的，包括它远途开车，那你合下来重心偏低，行驶的风阻也会比较低。我先说它的优点。但是为什么说我没有选择这个路径呢？我没有选择去找这个厂家去订货，也是有几点原因。首先是因为我现在是想自己做一个皮卡贝陀式的房厢嘛，它的这个工艺啊确实是比较复杂，对吧？因为你一个箱又要升降，又要有一些软连接，这个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操作起来会复杂一些。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毕竟还是偏软的布嘛，然后虽然这个布现在也做到了有几层可以隔热，可以去防风，但是考虑到如果说是在一些户外，那夜晚的话它一些声音一些什么，我觉得还是不如说硬体的结构会牢靠。那所以我的一个选择就是顶着政策规则要求的一个上限，然后我希望做一个直接硬顶的一个房厢，这是我想做的。那就引申到下面的问题，就是我要做一个这种硬顶的房厢，我选哪些材料，什么样一个结构，就是房车的你看它组成一个车上面一个房厢嘛，或者说绝大多数一个房车它的一个箱体材料，他们叫这个三明治板。三明治板呢，你听名字就能听出来它是3层嘛。外层它就是房车的外层，然后内层呢，中间那层它就是一些填充层，防火隔热啊，这些保温这种一些高分子材料。然后内层就是内饰板，这是最初的这个叫三明治板。后来就随着房车这个行业发展，衍生出来这个5明治板，甚至更多的这个层数。基本上大差不差，就是外面里面就是隔热的保温的，然后中间内饰的，它可能就再加一层，比如说这个不锈钢或者铝镁合金的一个什么钢板，对吧？我嵌里面它强度就更高了，或者我内饰板里面又有一个什么软包的啊，可能就大概这么一个属性啊。所以总体来说房车的面板
就是3层啊，外中内。那关于这个房车的话，就是它还有2种的一个支撑结构吧，就是有一种是有龙骨的设计，有一种是无龙骨的设计。所谓龙骨呢，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房车你看着它是比较轻盈的，实际上房车的重量很重啊，里面又有水又有电的，然后这个包括你看房车车顶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光伏板，然后车顶空调，你看着那个光伏板就是没多厚，包括空调也是，但实际上加起来都是几十公斤的这种，如果要做大水大电的，那就意味着说我房车的这个车体箱体材料我要有承重。那有的像刚才说这个三明治板，对吧？外面也是偏薄的，里面就是一些高分子材料，有的就不承重嘛，里面内饰板也是。所以为了让它承重能力更强，可以植入一些龙骨去增强它的一个纵向的一个承重能力和一些横向的一个，比如说抗减啊、抗扭的一些强度。然后这龙骨可以选择的就是你像有那个铁管啊，什么铝合金啊、不锈钢，如果说是铁啊、铝，它里面可能还会植入一些这个木方，这样的话，我这个龙骨如果钉钉子的话，里面也有一些结构能去吃劲儿。然后龙骨还可以选木头，就是纯木头的一个房车结构，这个也是有的。而且我这个实话说，在我最开始考虑的时候，也是我的一个备选方案。因为木头这个材料你听着感觉挺土的，但实际上啊，木头这个东西很方便。首先它是能承重，其次我如果选一些轻质的木材，它的重量密度实际上是不比那些高分子材料那个重的。然后还有一点，它的优势就是你随便钉钉子啊，这个钉螺丝，它是比较方便打孔嘛，吃劲儿。这个对于 DIY 来说是比较方便的。然后那个，但我后来又有更好的选择了嘛，我就给这条放弃了。但是木头材料实际上很多国外 DIY 的话，他会选择包括一些木头的新板也是比较成熟的。龙骨的一个植入方式就是外层内层之间它不是保温层嘛，保温层就是一些填充的比较轻的高分子材料，在那个保温层里面植入龙骨，这么着的话就是那个它整个三明治板就是既保温啊，强度又高。有龙骨的设计正常的房车的三明治板其实是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但我没有选择这条路的一个原因就是，首先我是一个皮卡的贝陀房箱，我皮卡空间就比较小嘛，然后正常来说这种三明治板加龙骨的设计，它厚度我觉得至少得这么厚吧，比较占空间，然后还有就是比较重，这种对于一些大型的房车来说比较适合，然后我这种小的，我就希望说是一个偏轻，然后也是对保温这些有要求啊，然后这么一个，那整理下来，那其实就是最好就是一个五龙骨设计。五龙骨设计，那就意味着说，我要是对这种，外面的板材还有里面的这个填充物都有一定的承重要求。那先说到外面的这个板材吧。板材呢，其实也是分很多种，你包括比较常用的玻璃钢的强度也是够的嘛，有一定的承重能力。然后还有铝合金的板材，然后包括铝镁合金，这个都是属于就是金属光泽感很强，而且它强度很高，很硬，承重能力是 OK 的。然后一些 PP 材料啊，塑料的那种，都是可以的。然后里面的那个还有一点就是包括那个木头也都行，就是薄的木板啊，这种都是行。像我刚才介绍木头那一块，整个房箱都是可以拿木头做，然后弄防水漆。这一点其实我看国内没什么人做，但国外还是挺多人的，做那种偏美式比较老派的那种结构也都 OK。
外面的箱体材料基本就这些吧。房箱内的那个填充物呢，填充物有几种。说到填充物，它就跟很多化学扯上关系了。我是做金融的嘛，我研究填充物的时候，我靠，这个非常懵逼的一个状态，就是全是各种各样高分子材料，这个 PP 聚氨酯聚苯乙烯，对吧？那 PS 嘛，然后那什么 EPS、XPS 这些，就是挺懵逼的。首先说那个聚氨酯聚氨酯就是 PU。聚氨酯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常用的一个工艺是，我是喷涂型的，它可以做成单组分和双组分。单组分就是我不用混，双组分的话，我得两个材料混在一起，混完我就可以喷了。喷完以后，它很快就膨胀，形成一个保温层。这一点比较好呢，就是它的隔热性能很好。而且它的这个施工比较简单，尤其是对于那种很多的异形结构，我要把一些缝隙填充上，那这个聚氨酯就很方便，我往那个缝一喷，它就能膨胀，然后就把那块隔热给做好了。但是它也有缺点就是首先它不承重。就是我说这喷涂型的聚氨酯这个材料，它不承重，即使是做成那种聚氨酯的那个新材啊，它也是不承重的。而且它在施工的工艺过程中，就是像喷涂型的聚氨酯那个材料，它是有毒的，那个 VOCs 吧，就是挥发性的气体，这块对于施工来说不太健康。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时间久了，这个材料就容易粉化掉渣。虽然这个东西工艺是越来越成熟，但是它一些底层的这个化合物，它就是这么一个属性嘛。也很难让它做成一个聚氨酯，又隔热好，又能承重。因为这一点本来就有一点矛盾，就是我承重好的，就是它压的比较实的，压的比较实，它里面就注定说没有太多的气孔结构，那就天然就隔热就差一些。所以这是聚氨酯。然后呢，那个有 EPS、XPS 这俩其实可以一块来介绍。就 EPS、XPS 这俩都是聚苯乙烯。聚苯乙烯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 C8H8，化学也学过，就是苯环嘛。苯环，那个就比较稳定。然后EPS 和 XPS 它俩的一个差异，先说 EPS 它的这个工艺啊，它是怎么搞出来的呢？就是聚苯乙烯，然后加热完它形成一种发泡材料。这个发泡材料就是里面就会有很多这个气孔气室，然后那个就能隔热了嘛。但是它有一些弊端，也是像刚才说的，它跟那个聚氨酯有点像，就是我发泡，那我承重来说就差一些，但 EPS 还是比那个聚氨酯的，尤其喷涂的要承重要好一些，因为它毕竟是做成一个板材，但它还是这个承重还有改进的空间，并且呢，它是那个气室啊，它是容易吸水，就如果说受潮什么的，它还是容易积水。所以就衍生出来那个 XPS 这东西就是可以理解成就是 EPS 挤压吧，因为它的生产工艺也是这个聚苯乙烯，然后加上一些催化剂，然后加上一些色母粉，这样的话颜色可能做成浅蓝色呀，什么黄色这种。它的中文名基本上叫挤塑苯。
极速版就是两面蒙皮，然后给它挤起来，一挤嘛，它天然就是强度会高一些，所以它的一个密度会比EPS 要高，承重能力要强一些，并且它也是内部是有这个小的气室的，也是可以隔热、保温。都是 OK 的，然后抗压强度比较好，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这是这个 XPS， 还可以选什么呀？就是你像那种石棉、岩棉，包括你像有的吧，我看一个国外一个视频，就是它的箱体材料漏风。然后最后塞点那破毛巾、破抹布进去，它也能保温也是能隔热的。它主要就是这种功能 ，DIY 的程度还是挺高的。但我为了想去把这个东西弄到一个轻质，然后承重，这个东西我还是花了一些时间。那板材是这样，连接结构，我现在想的是一个偏向于有一定承重能力的一个框架。框架这一块我准备是想用那个也是玻璃钢吧，然后去弄一下。包括我看网上还有一位那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 UP 主，铝合金的那个型材来做外框，这个也是 OK 的，也是轻质，然后强度比较高嘛。所以这块来说材料吧都可以去尝试，包括一些塑钢啊，这种 PVC 的一些硬质塑料，我觉得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对，基本就这些。所以这期主要就是介绍一下房车结构，大的框架结构吧，然后基本的一个板材的箱体材料，几个高分子的隔热层的一个材料介绍。然后后续也会边做边介绍，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不迷路。就先这样，这期，拜拜。